汉宣帝刘询从狱中婴儿到中兴明君。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（前49年），原名刘病已，字次卿，是西汉第10位皇帝，在位26年。他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，始皇孙刘进之子，因其传奇的经历和卓越的事迹，被后世誉为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兴之主。庙号中宗，是西汉4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，另3位是高祖刘邦、太宗文帝刘恒、世宗武帝刘彻，足见其在西汉历史上的崇高地位。坎坷少年，刘询的身世极具悲剧色彩。他出生仅数月，朝中就爆发了著名的巫蛊之祸。太子刘据、刘询的祖父遭江充等人诬陷，兵败自杀，其家人和亲信惨遭株连。尚在襁褓中的刘询虽逃过一死，却被关押在长安的郡邸狱中。在狱中，廷尉监丙吉怜悯这个无辜的婴儿，安排女囚胡祖、郭征清一作赵征清在宽敞前进的房间里哺乳和养育他。刘询体弱多病，正是病已之名的由来，寓意健康长大。后元2年，公元前87年，汉武帝病重，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武帝欲下令处死所有狱中囚犯，丙吉冒死紧闭狱门，抗拒诏令，刘询才得以幸存。不久，武帝大赦天下，并在临终前下诏将刘询收养于掖庭，恢复其宗室身份。获释后，刘询在民间长大。他曾在祖母史良娣的娘家生活，后被掖庭令张贺曾为刘据家吏，接入掖庭教养。张贺不仅供他读书，还为他迎娶了鲍氏色夫许广汉之女许平君为妻。刘询聪慧好学，师从名儒东海福中翁学习诗经。他喜好游侠、斗鸡走马，游历3府一带，结识了戴长乐等人。由于长期生活在民间，他深知百姓疾苦，立志得失，这为他日后的施政风格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登基为帝。公元前74年，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，无子嗣。权臣霍光先后拥立昌邑王刘贺，但刘贺在位仅27天便因淫乱无道被废。此时，在丙吉等人的极力推荐下，霍光最终迎立了这位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病已，是为汉宣帝。即位后，他改名刘询。宣帝初即位，因深知霍光权势滔天，便委政于他。拜谒高庙时，霍光未参乘驾车，宣帝对其深为忌惮，若有芒刺在背。在立皇后一事上，群臣皆趋炎附势，提议立霍光之女霍成君。汉宣帝心中感念患难妻子许平君，便下诏求威实固谏。大臣们见风使舵，转而奏请立许平君为后。这一典故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帝王诏书之一，见证了刘询对糟糠之妻的不离不弃。然而霍光之妻显对此极为不满。本始3年，公元前71年，时值许皇后有孕，显勾结女医淳于衍将其毒杀。霍光知情后虽惊愕，却利用权势压下此事。次年，霍成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后。帝节2年，公元前68年，霍光去世。汉宣帝以皇帝礼仪厚葬霍光，但随即开始亲政，逐步削夺霍家权力。他先后将霍氏家族成员调离军中要职，改任外官，夺取他们的兵权。帝节4年，公元前66年，霍氏家族阴谋政变之事败露。汉宣帝先发制人，将霍氏家族一网打尽，诛杀霍宇、霍云、霍山等，废除霍皇后。尽管如此，汉宣帝仍感念霍光之功，在麒麟阁11功臣中，霍光名列第一，仅称大司马大将军伯禄侯，姓霍氏而不直呼其名，以示尊重。文治武功。清除霍氏后，汉宣帝大展宏图，开创了西汉国力的极盛时期。孝宣之治或称昭宣中兴。汉宣帝虽然少时学习儒学，但在施政上强调以霸王道杂之。他一方面推行仁政，关心民生，另一方面又重用精通法律的法力，以刑名之学考核官员，整顿吏治，严明赏罚，轻徭薄赋。他在位期间，先后7次颁布减免田租、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，6次颁布赈贷粮食的诏令。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及地震灾害，当年租赋徭役皆免。评理刑狱，他设置廷尉评议官，专注廷尉决疑案及评冤狱，将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的局面。设置长平仓，在北部边境设置长平仓，以平抑粮价，救济灾民，稳定边疆。这是汉宣帝时代最辉煌的功业。面对匈奴内乱，他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，静观其变，联合乌孙打击匈奴，联乌孙击匈奴。本始2年，公元前72年，宣帝发兵15万骑，
与乌孙联军共20万人夹击匈奴，大获全胜，使匈奴元气大伤。设立西域都护。神爵2年，公元前60年，匈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胆归降汉朝，汉朝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，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，这标志住西域今新疆一带正式纳入中国版图，实现了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夙愿，史称张骞之始，郑吉之终。匈奴归降。甘露3年，公元前51年，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长安朝见汉宣帝，称臣归附。宣帝以高规格礼仪接待，位在诸侯王之上，这标志住汉匈之间长达100年的敌对状态基本终结。宣帝也成为西汉唯一一位有匈奴单于前来朝觐的皇帝。宣帝时期还注意整顿工商业，减低盐价，禁止官吏擅行徭役，减轻农民负担。他将皇家掌控的园囿和公田分给平民耕种，并带给他们种子。4. 文化。汉宣帝曾召集学者召开10区阁会议，亲自裁决儒家经典的异同，立梁丘议、大小夏侯尚书、谷梁春秋等博士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。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在宣帝时期由其外孙杨运公之于众，才得以广泛流传。5. 安抚西羌。赵充国屯田之策。神爵元年，公元前61年，西羌叛乱。76岁的老将赵充国主动请缨平叛。赵充国主张采取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，并提出在当地屯田的主张，以逸待劳。起初宣帝急于求成，多次下诏催促出兵，但赵充国坚持己见，反复上书陈述利害，最终说服宣帝。屯田之策果然奏效，羌人内部逐渐瓦解，归降者达万余人，西羌叛乱平定。宣帝设置金城属国，安置将众。4. 晚年与身后盛世的阴影。汉宣帝虽然创造了中兴盛世，但晚年也出现了一些弊政，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了伏笔。苛察与奢侈。随着年岁增长，宣帝变得善于苛察，甚至启灵鬼神，追求方术。他开始大兴土木，扩建宫室，享乐主义抬头，误选继承人，这是最致命的错误。太子刘氏及后来的汉元帝性格软弱，崇尚儒术。宣帝曾感叹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汉书元帝纪。但因深爱发妻许平君，他不忍废除太子。这一决定导致了宣帝死后，外戚与宦官势力抬头，皇权旁落，西汉由盛转衰，诛杀功臣的倾向。晚年的宣帝也出现了猜忌功臣的迹象，如名将赵充国致仕后便受到疏远。此外，盖宽饶因劝谏宦官专政而被逼自杀。黄龙元年12月，公元前48年1月，汉宣帝刘询病逝于未央宫，享年43岁，葬于杜陵，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3赵村南。杜陵在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3赵村南，陵区范围广阔，封土形如覆洞，底部边长120米，高约30米。其皇后王氏琼成太后去世后合葬杜陵，称东园。5. 总结与历史评价。汉宣帝刘询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且能力出众的皇帝。他从阶下囚到中兴之主，深知民间疾苦，执政后励精图治，使国力达到鼎盛。他的感情故事故见情深，令人动容，政治手段清除或是果断凌厉，武功降服匈奴，设立西域都护，开疆拓土。他成功解决了武帝后期遗留的社会矛盾，实现了中兴，却也因晚年选择继承人不当，开启了西汉衰亡的大门。西汉学者刘向评价汉宣帝：政教明，法令行，边境安，四夷亲，单于款色，天下殷富，百姓康乐，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。正如后世所论，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，论其罪则为积祸之主。尽管如此，汉宣帝仍无愧为西汉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，其政绩足以与高祖、文帝、武帝并列。